为什么忘我的投入去做一件事，会自然而然心生喜悦感？为什么中国女性爱发脾气？为什么60%的离婚是发生在孩子出生之后？如何处理自己内心中的暗黑能量？如何解除掉绝对矜持性超我对我们的束缚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巨婴国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：美好事物都因为投入而生。中国女人为什么脾气大？生育带来的权力之战，能量必须被确认，否则死亡。认识你的绝对矜持性超我这5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美好事物都因为投入而生。巨婴和真正的成年人最大的区别或许是，巨婴觉得我一发愿，事情就得立即按照我的来，否则就会感觉到挫败。成年人则知道，好好去投入，在时间上持续，在空间上延伸，事情会逐渐朝着你期待的方向发展。这个过程中，耐心和投入是关键，没有他们，就算有所成就，也是个粗糙的玩意儿。有了耐心和投入，成果就会趋向完善、精致和辉煌。在这里加入一句，我选数码产品、运动鞋等等，基本上有欧美日韩品牌的，绝对不买国货。国货品牌除了爱耍弄小技巧之外，就是工业设计太粗糙和丑陋。国货品牌最爱耍的小技巧就是，在你看得到的地方花里胡哨，并狂热营销，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偷工减料，甚至使用有毒有害的原材料。好，回到这本书，关键是细节。美好的事情都由地道的细节构建而成。地道的细节必须非常投入，而且非常专业。朋友圈曾流传一篇文章，讲上海迪士尼如何打造。看了之后你就会知道，想与迪士尼竞争的万达广场，再努力100年也追不上。万达广场是急切构建的东西，这样的东西都透露着暴发户的味道，也因此非常粗糙。比较美剧与国产剧，美剧常常恢宏如史诗一般，国产剧则常常是神剧，拍脑袋想象而成的粗糙玩意儿，是精致和到位的反义词。受到世界必须立即按照我的意愿运转的自恋驱动，巨婴总希望事情能尽快实现，越快越能满足巨婴们的自恋，而不能归依事情本来的道理，由此打造出无数到位的细节，让事情浑然天成。所以差别就是，巨婴在追求自恋，在乎的是事情按照我的道理来。人格健康的人则愿意顺从事情本身的道理，能承受大大小小的挫折，必须与事情建立起有链接的关系。顺从事情本身的道理，才会有到位的细节。外在世界都由主观意愿持续投入转化而来，当然这个转化也纷繁复杂，并不是直线的一蹴而就的。正如权力的游戏所构建的世界，最终会看到，最善意、最有人情味的是史塔克家族，而最可怕的东西也由史塔克家族促成。这2个部分构成了史塔克家族的整体之心。成熟的心智需要基本的信心，那就是我相信持续的投入会转化出我想要的东西。虽然我想要的结果不一定会发生，但我越投入，可能性就越大，并且在投入过程中，我的心得到了淬炼。但对于中国人而言，皇帝，也就是那个终极巨婴，他所代表的权力体系，可以随意剥夺其他人的劳动成果，这会破坏这份信心，让人们更为急功近利。人需要一个空间来展开自己的心，将内在的种子投射到外部世界上，然后观察外部的结果与自己内心的律动，回观自己而淬炼自我。但我们的文化里，这个空间常常被破坏。外在空间，也就是权力体系，可肆意掠夺；内在空间，巨婴式的父母、伴侣也会入侵，这都破坏了我们的沉浸感和耐心。这里加一句，比如国家政策朝令夕改，让人很难有长久发展的决心和投入。比如前几年国家对教培行业翻来覆去的政策，让人对做100年企业毫无信心。就像一位前辈总结的那样，治大国如烙大饼。中国女人为什么脾气大？中国家庭中
常常充满怒气和怨气，他们也多是自恋型暴怒的转化。你为什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？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来？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吴迪发现，中国女人在恋爱中脾气太大。他在微博麻辣情医吴迪中写道：走在街头，常看到这样的年轻情侣，女生虎着脸，指责男朋友的各种不是，站在街上旁若无人，嗓门很大。通常这样的男朋友还替女朋友背着大包小包，可是很少在国外或者国内的街头看到外国情侣出现这个模样。这是为什么？中国女生火气怎么就那么大？这条微博引起了很多人的回复。网友博文美旭回复说，这也是一个德国心理医生在戏剧治疗工作坊中感叹的。中国女人的脾气好大，他说，对应的男人如果换用性感的方式来对待，而非讲道理，就会好很多。大概意思是说，女性没有被性满足吧。说到男女，大家很容易想到性上，于是觉得中国女性在恋爱中脾气大，是性没有得到满足。但以我的了解，性会是重要因素，但不是主要因素。主要因素还是心理发展水平太低。追求性满足是俄狄浦斯期以后的动力，是3岁后幼儿的事，而国人大多是6个月的婴儿，他们的动力还是找能与自己共生的妈妈，而妈妈就必须满足婴儿的各种需求，否则婴儿就会觉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生气。根据心理发展水平的层次，恋爱有3个水平。最好的层次是恋父恋母水平，会被对方魅力吸引，愿意放弃自恋而去爱对方，但在恋爱中并不会真正地失去自我。第2个层次是刚预期幼儿水平，虽然关注爱人，但主要还是关注自己，且既想独立又想亲密，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一个矛盾。第3个层次是口欲期巨婴水平，只要亲密，要求恋人将自己的意志当作圣旨一样，很容易将一切错误归于对方。中国女性脾气太大，主要是因为巨婴，不是因为性，并且我们的文化多少会鼓励女人可以有脾气，而男人则要学会各种忍让。其中的一个深层因素是，女人一直以来是孤立在权力体系之外的游魂，而男人则构成了权力体系的砖瓦。权力体系要求男人压制自己的个性，这样可以更好地服从于大家长与大母神。由巨婴们组成的中国式关系中，容易有严格的人格碾压，也就是某个巨婴要把问题全归到别人身上，而且一定会夹杂着人格上的强烈攻击。一旦发现这些人格上的攻击，你就要知道，一定是对方有问题。任何容易在人格上羞辱别人的人，都是自己的人格发展水平不够，并且因为女性要将自己的未来依附在男人身上，所以他们也的确像是有了怪罪丈夫的资格，因为他们在过去难以靠自己掌控人生。但是必须说明的是，脾气大虽然不好，但如果将脾气与个性彻底磨杀，那就更糟糕了。由巨婴们组成的中国家庭系统里，每个成员都不好相处，不好相处的还有点活力，能做事，特别是人际上可以为家里谋利益。好相处的代价常常是灭掉了活力，所以能看到好男人和脾气大的女性组成家庭，常常是男人只不过是在提供物质之需，但凡涉及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事情，都是由有脾气的女人在处理。生育带来的权力之战，我做咨询后发现，孩子的出生是中国家庭最危险的时刻。一个不严格的统计是，有60%的离婚大战，表面上看是因为一方出轨，但真正的开始却是从孩子出生而婆婆入住后开始的。这种战争对性格不够强悍的新妈妈非常不利。婆婆已经有战斗经验，且丈夫容易和妈妈站在一起，如果真出现惨烈征战，那会非常伤新妈妈的心，裂痕会从这儿开始。这也不仅是我个人的感知，谁都知道婆媳大战的残酷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过去我主要认为这是三角恋，是婆婆和媳妇争夺儿子。的确，这是重要原因，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对孩子，特别是对男孩子的争夺。因为在过去的传统中，男孩构成了家族权力体系的成员，谁控制他们，谁对家族的控制权就会增加。我提出过很多问题，一些看起来显而易见，但却从来没有被质疑过的奇异现象。比如，
为什么奶奶指的是祖母？依照客体关系理论，乳房是婴儿头后的重要之物。既然如此，那奶奶应该指的是妈妈呀，为什么是祖母？一位来访者是新妈妈，她说，婆婆总和她抢孩子，理直气壮，明目张胆，并且婆婆并不是多么有权利欲的人，只是孝道文化给了婆婆这种资格感。但是孩子天生是和亲妈亲啊，特别是能哺育的乳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结果在一次哺乳时，婆婆非常嫉妒地看到她说，你不就仗着你有这堆奶吗？如果没有，孩子就是我的。在微博上发起这个讨论，发现婆婆和儿媳妇争夺孩子哺乳权的事非常多。有的婆婆想把孩子带回老家，有的婆婆甚至会去奶孩子。本来这些行为都有其合理之处，但做儿媳妇的都感觉到婆婆这么做是为了和她抢孩子，想切断她和孩子的天然母婴关系。孝道给了婆婆很大的话语权，让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去争夺。有时似乎他们才是孩子的第一抚养人，并且这种现象非常普遍。所以奶奶这个词在全国范围内就成了祖母。还有更夸张的，一位网友说，他们那儿的方言把祖母称为恩娘或亲娘，而母亲就叫做妈妈。男人们在社会上竞争皇帝位，女人们则在家里竞争大母神位，这是非常可惜的部分。按说，新生命的到来应该给整个家庭增加爱，但是在太多的家庭里，增加的却是权力之争。我将生活分成两个部分，社会领域规则是权力，私人领域规则是爱。但我看到，在中国的家庭中，权力常常压倒爱，成为主要的规则。大家的各种努力主要指向谁在家中掌权，比起自恋型暴怒来，这是更为关键的部分吧。能量必须被确认，否则死亡。婴儿的能量伸展就如同一个单通道，它要么被呼应、被接住、被看见，然后可以存在；要么不被呼应，这份能量就像被否定了一样，然后这份被否定就变成了暴怒。一位刚养猫的主人忍不住虐猫，因为每次呼唤猫，猫不过来，他就会立即暴怒，然后就想攻击猫。他说，他希望他发出的声音都能被接住，每当不被接住、没有回应的时候，他都会觉得自己要死掉，或者说，这个声音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似的。本书的最前面，我用章鱼的触角来形容这个能量的伸展过程，但这还是有些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发出的能量如同章鱼的触角，那么意味着这份能量可以绕弯，可以变化，有灵活性。但婴儿的这份能量伸展是没有灵活性的，它就如同一条直线，一往无前。如果被拒绝，就感觉像撞到了一面墙上，然后就变成了生死较量，要么暴怒把墙撞翻，要么自我攻击，觉得自己很羞耻，然后想灭掉自己，或者灭掉这份能量。共生关系中存在着大量如此爆裂的能量，所以共生关系中没有中间地带，要么是我的感受留存，要么是它被彻底消灭。这导致我们不能求同存异，而只能求同灭异。孔子说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在我们的历史上，和而不同的时候就像是道德模范时刻，应该大书特书，而同而不和的时候是主线。在梅尔吉布森演的电影《爱国者》中，美国人决定追求独立，不惜为此和宗主国英国发起战争。男主角所在的州召开州议会，其中力主独立的男人和男主角是挚友。结果在大庭广众之下，男主角极力驳斥了主战派。尽管如此，这丝毫没有动摇两人的友谊，他们仍然惺惺相惜。在中国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这里加一句，中国人对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的遵守是深入骨髓的，这就大大地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猜疑的发生，中国人之间很难达成真正的合作。我一位男性来访者，他常有暴怒行为，很小的事情，当受挫时，他都会暴怒地想毁灭点什么，要么毁灭外部事物，要么攻击自己。有一次他走路时做一件事受挫，一下子陷入暴怒，并瞬间觉得外部世界如同一道铜墙铁壁一样，将他给阻拦住。他感觉到窒息感，然后抱住一个电线杆，用头猛撞。
此前真会撞得头破血流，但受咨询影响，他撞了一下之后，立即就有了一点清醒过来，随即减轻了撞的力度，并且增加了对自己感受的觉知。精神分析有一个术语见诸行动，意思是一些情绪太难受了，你不想难受，于是把它变成行动，用头撞柱子，看上去很痛，但如果观察自己的内心，会看到让自己更为难受的情绪。他观察自己，感受到极度无助，瞬间浑身瘫软无力，但他就让这份无力感发生，让身体软下来。那一刻，他有了悲伤大爆发，开始嚎啕大哭，但哭着哭着，他逐渐恢复了力量，然后对于那个受挫的事件，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。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不仅如此，这件事还给了他一个很深刻的总结：当事情不能如愿时，绕个弯儿就可以有新的办法出来。之后，他那种爆裂的情绪就减轻了很多。这真是很好的人生经验总结。婴儿是没有时间空间概念的，有了一个渴望，就有希望立即解决，不能有时间和空间上的拖延。如果没有人回应他，他的渴望立即会变成绝望，变成黑色的能量。可以说，要么立即实现，而这个渴望所代表的能量得以生存，要么被拒绝，这个渴望所代表的能量就死亡。但成年人不同，成年人有时间空间的概念，知道一个渴望变成现实，需要时间上的投入，需要空间上的策略。在这个时空节点上受阻了，可以在时间上更有耐心一些，并可以想一想，让这股能量在空间上绕个弯，回个头，或者暂时后退一下，最终还可能找到解决办法。能量实际上是不灭的。对于巨婴而言，渴望变成了绝望、无助、暴怒，也并不意味着这股能量的死亡。其实它只是转入到黑暗中，变成了黑色的僵住的能量而已。如果有比较成熟的自我，你便会知道，只要有耐心，总能在时间和空间上想办法。当然，你再厉害，也不会完美地掌控你的人生，但你会知道，可以基本上掌控你的人生。认识你的绝对禁止性超我。出头的船子先烂，枪打出头鸟，木秀雨淋，风必摧之。中国有很多类似的话，历史上这也很常见。英雄好男人们的下场通常都比较惨。工作场合和家中有另一类现象，鞭打快牛，也就是不动弹的懒人们可以偷懒，而谁如果是负责的干活的，则容易负责太多，干活太多，好处却不多。总之就是，多数中国人是懒惰的、冷漠的、不动弹的，而对于积极的、热情的、爱动弹的，则容易百般挑剔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高中毕业时流行留言纪念本，找每个同学给自己一些留言。女生们给我的留言大多都提到我在语文课上的发言很精彩。当时很震惊，问最好的哥们儿，我语文课上的发言很精彩吗？他说是啊，你经常语出惊人，有时想你小子是不是在故意追求这个？不过了解你，你不是那样的人。的确，我从没有想过要语出惊人，就是当语文老师提问时，我有想法就举手了，而且也只是直接表达而已，没想过要给人深刻印象。大学毕业后，进了广州日报，刚工作几天，就有一次机会参加业编中心的定稿会，决定当晚的报纸上什么稿件。我们新员工被请过去，其实只是练习，但当老总问到你们有什么意见时，我毫不犹豫地举了手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这一刻，我看到老员工，特别是一些中层领导们奇异的眼神。后来有人对我说，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这定稿会没有你新员工说话的份儿。但我一直没有太压抑自己的表达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成果。已经写了10多本书，而且还要不断写下去。在微博上也总有充足的表达欲望，似乎有说不完的话。为什么高中语文课大家都不回答问题？为什么一个定稿会新员工就不能表达？为什么我们社会到处是沉默的大多数？一位来访者的梦，我认为是极好的回答。这个梦我在前面也分析过。来访者多次梦见一个超大的房子里有一只航母大的苍蝇盯着他的头，他一动不敢动，好像只要他一动，苍蝇就会咬下他的头。这位来访者的梦像一个极佳的预言一般，深深地刻画了中国的家庭、社会与国家的现实。
控制性的家长、老师、老板、伴侣乃至权力体系，其实都是这样的苍蝇。除此之外，小说《1984》中的老大哥，以及《魔戒》中的魔眼，都是这么一个东西。我把它称为绝对禁止性超我。绝对禁止性超我从哪里来？它有这样几个源头。第一，婴儿都是全能自恋的，有一个想为所欲为的本我，而这个能量一旦受阻，就立即会从全能神变成全能魔，从我想完全为所欲为变成原来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从这个意义上，这个绝对禁止性超我可以由婴儿的全能自恋性本我直接转化而来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孤独地长大，并没有被父母或其他人严厉禁止过，但却有一个绝对禁止性的超我。第二，巨婴是父母要孩子完全听自己的，这就直接构成了孩子的绝对禁止性超我。孝道文化给了中国父母们这个特权，让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向孩子索要服从，程度越高，孩子的绝对禁止性超我程度就越高。第三，社会历史文化，这是我们的集体之心，活在这样的社会中，耳濡目染就会形成这样的绝对禁止性超我。对我而言，这2次咨询对我形成绝对禁止性超我这个概念至关重要。之后我会看到，我们的文化中象征着绝对禁止性超我的意象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如佛祖的五指山、观音的紧箍咒、唐僧的咒语，他们3个一起构成了对齐天大圣全能自恋能量的镇止。从佛学修行上看，这或许有更深层次的意义，而从心理学上看，佛祖就是父亲，直接掌控孩子手脚；观音是母亲，控制孩子的思想；而唐僧则是社会道德，不断重复观音早就给孙悟空制造的可怕的束缚。对于哪吒而言，父亲李靖是托塔天王，他手里的塔就构成了束缚。塔的意象很有意思，白娘子作为蛇妖，也是先被法海的波给控制，而后被镇压在雷峰塔下。而法海可以说是象征低等级的佛。更经典的是紫禁城，它看似辉煌，但总缺少点人味儿，还像是一个超级版的蜂巢或蚁穴。只不过在蜂巢或蚁穴中，是蜂后和蚁后掌权，而紫禁城是为了保证唯一的雄性龙王的无限交配权。如此说来，所谓婴儿的全能自恋梦，其实就是无限交配权的梦。它就是如此的低级，我们需要警惕自己是不是被绝对禁止性超我给限制住了，也要警惕自己是不是对别人构成了绝对禁止性超我。在我的微博上，也总是听到有人或善意或敌意地说，你的专业是心理学，你就在这个领域说话得了，其他领域你别插足。这种评论是让我最不舒服的，因为不管看似善意还是恶意，都是试图限制我的手脚。围绕着苍蝇这一类似的意象，分出2类极端的人，一类是被苍蝇击败的人，一直活在一动都不能动的感觉中，任何规则都可以束缚住他；一类是绝对抗争的人，不接受任何规则的限制。这2类人还总走在一起，特别是用爱情这种极端方式，为的是学习和解。再说说创造力，创造力来自于自由，自由可以导致活力的自然流动，那时手脚的随意伸展都可以生发出创造力，而当活在不能动弹的感觉中时，就别说什么创造力了。中国的儒家传统以及社会权力体系都是过度限制性的，所以我们也一直缺乏创造力。但恢复创造力也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，因为这是人的天性，只要放开手脚就可以了。韩国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们虽然在家庭文化上还有很多压制性的东西，但整个社会呈现开放态，所以他们的创造力就出来了。愿我们也能改变，看到自己心中的那只苍蝇吧，并少对别人发出限制性的嗡嗡声吧。作为一个被动封闭的宅男，有一天我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时感慨万千，觉得自己活得太萎缩了，由此冒出这样一句话：苍蝇在争论对错，而英雄一路前行。过去最愚蠢的地方，就是一直想做一个正确的人，结果总是待在原地不动。必须正确了才能前行。这里面的意思是，必须得到自己心中那个绝对禁止性超我的认可，才能前行。所以你看，虽然我父母并没有直接限制我什么，但我一样有一个绝对禁止性的超我。同一文化之内，人人平等，
在这里加一句，只要在这个中国文化中长大，或多或少身上都有这种文化的毒素，需要认识到并自我救赎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美好事物都因为投入而生，中国女人为什么脾气大，生育带来的权力之战，能量必须被确认，否则死亡，认识你的绝对进程性超我这5个专题。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